这场打斗是电影《重生》中最精彩的一场反追杀对决，夺子弹、开龙脊、电话亭厮杀，无一例外都是经典中的经典。接下来跟着小编的逐招拆解，细细品味这场反追杀对决。男主敏郎正在电话亭打着电话，但他浑然不知正在追杀他的杀手麻里子已悄然逼近。麻里子推门转身而入，抬肘格挡，歪肘卸力，正统刺，敏郎架臂格挡顺势夺刃。在电话亭这种极度狭窄的空间里搏斗，比拼的是反应速度和身体协调性，并不需要太多技巧，需要的是快速的反应和良好的身体协调能力来躲避攻击和发起反击。而且麻里子还是一介女流，在力量方面麻里子就已经输了。这里敏郎将对方小刀夺走的同时，并将麻里子按在了电话亭上，但麻里子不会就这样束手就擒的。只见他挣脱的同时，并向下抖动身体。麻里子这个抖动身体的动作，就是为了增加自身的力量。前面说了，麻里子身为一介女流，在力量方面和对方相差太大，只有使用巧劲方能有一战之力。压腕折指，顺势夺刀反击。敏郎侧身躲闪的同时，再次夺刃，交叉手相互决力，踩脚借力。麻里子踩脚借力的同时，他想掐住敏郎的咽喉。敏郎左手架臂格挡的同时，右手也架在了麻里子的脖颈上。敏郎这里本可以一刀封喉，直接杀掉麻里子，但由于电话亭过于狭窄，敏郎的手肘根本就施展不开。此时此刻，麻里子已牢牢被控制住，但身为顶尖杀手的他，不会就这样轻易屈服。蹬脚脱困，提臂顶肘，顺势夺刃。可以注意到，两人交手不过数招，他们就已经有4次相互夺其兵刃了。麻里子正统刺反击，敏郎拐肘拦挡的同时，顺势拿起了旁边的电话线，并缠在了麻里子的脖子上。这时麻里子还想反击，但敏郎不会再给他机会了。只见敏郎直接擒住了麻里子的持刀手，并以自己绝对的力量优势，紧接着迫使麻里子手中的刀朝着他自己的脖颈回去。最终这场刺杀以麻里子战败而告终。这场刺杀已经是敏郎今天遭遇的第3次追杀了。白天大街上，敏郎顿时觉察到一丝杀气，原来是另一批杀手已经追杀过来。此时对面的西装男正直勾勾地盯着他，随之他身后的一名持枪女杀手也已悄然逼近。敏郎现在是处于前后夹击的状态，形势可谓是非常不利。我们看敏郎如何化解，回身夺枪，顺势扭颈杀。敏郎的这一顿操作可谓是行云流水，在行人遮住男杀手的一瞬间，迅速将女杀手放倒在地。男杀手不为所动，只见男杀手背包中的枪已经对向敏郎，随之他便扣动了扳机，侧身闪避。敏郎竟然直接祭出了闪战之法。闪战之法又称闪战法，此法不仅锻炼身法闪避的灵活性，还强化眼神和两拳的灵敏度。敏郎躲过第一枪后，他拆开了手中的枪，朝着男杀手缓缓走去，并将弹夹里的子弹一一去掉。随之男杀手开了第2枪，左侧闪，再次左侧闪。敏郎躲掉第3枪的同时，还顺势救下了旁边打电话的路人，随之顺走了左侧路人的一支钢笔。敏郎随即将钢笔插入弹夹，并利用行走的路人当作掩护，几个闪身就已逼近到了男杀手面前。此时的男杀手还想开第4枪，但已经为时已晚了。敏郎右手按枪的同时，左手弹射钢笔，紧接着一记拍掌直接将男杀手当场击杀。一套动作可谓是相当丝滑，但杀手们对敏郎的追杀还远远没有结束。敏郎在回家的路上又遇到了新一轮的刺杀，敏郎人狠话不多，直接开龙脊。所谓开龙脊，就是将肩背活动开，10几步周围的经脉充分伸展，这也是敏郎要开始大杀四方的前兆。龙脊一开，万夫莫敌，侧闪顺势振臂压摔，解决掉第一个。敏郎放松身体，继续向前走去，紧接着一招擒臂杀颈解决掉第2个。左侧巷子内再来一人，敏郎左侧闪轻松躲掉这致命一击，按颈压摔。第一人起身再次攻来，敏郎转身的同时顺势箍颈砸肘攻击，紧接着一记缠腿折颈再解决一人。此时这条狭窄的巷子内就剩下最后一名杀手。敏郎假装整理头发，他实则是想拿头上的发夹。最后一名男杀手也露出了藏在手机中的刀，然后朝着敏郎攻去。敏郎波臂格挡的同时，顺势发夹突吼，紧接着一招发夹刺颈，解决掉了最后一名杀手。